你相信外星人存在吗？1964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索科洛镇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外星飞船和外星人目击事件，被称为索科洛事件。这次目击事件有一位可靠的证人，事发地点还留有外星飞船和外星人的证据。最重要的是，目击者清楚地看到了外星飞船上的图案标志，并详细描述了这个外星标志。这个标志究竟代表外星人的星球，还是他们的国家或文明呢？大家好，我是陌路人。如果你想听更多关于外星人或者奇人怪事等故事，欢迎按一下下面的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位名叫朗尼·萨莫拉的警官。1964年4月24日下午5点45分，美国新墨西哥州索科洛镇南边的85号公路上，州警萨莫拉停下警车休息。这个下午非常平静，天气晴朗，阳光充足，微风轻拂，萨莫拉正享受着短暂的宁静。突然，他发现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于是他踩下油门，驾驶警车追了上去。在警车与汽车追逐期间，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萨莫拉立即停车，四处张望，发现远处有强烈的光芒，像燃烧的火焰，光源离地面很近，闪烁着刺眼的光芒。当时萨莫拉心中有些恐惧，觉得可能是附近的小型飞机坠毁或火药库爆炸，于是一边向总部报告，一边驶向发光的地方。萨莫拉驾驶警车来到发光的源头附近，那是一片小沙漠，四周荒凉而寂静，只有风声在耳边吹过。他在一个山脊处停下警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根据他的口供记录，他看到远处有一个光亮的椭圆形金属物体，大小像一辆汽车，表面光滑如镜，反射着夕阳的余晖。这个疑似外星飞船的物体下面有4个类似脚架的支撑，可以稳稳地立在地面上，有点像阿波罗登月舱。萨莫拉继续站在一边仔细观察，发现物体附近有2个类似人形的生物，他们的身形比一般成人要小，大约和10岁的儿童差不多，穿着银色的紧身衣，动作敏捷而轻盈。萨莫拉看到眼前的离奇景象，立即打电话向总部报告，因为紧张，身体和声音都不由自主地颤抖。就在向总部报告期间，他突然听到一声砰的声音。再次观察时，那2个人形生物已经不见了，推测他们已经回到了那个金属物体里。萨莫拉当时心中充满疑惑和恐惧，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走，来到距离不明飞行物体约20米的地方。他看到不明飞行物体的表面有一个奇怪的符号，根据他的描述，这个符号在一个弧线的下方有一个向上的箭头，最下面还有一条横线。这个符号看起来既陌生又神秘，萨莫拉一生中从未见过。突然，不明飞行物体的下方喷出蓝色的亮光，像火焰般炙热而耀眼。萨莫拉感到一阵灼热的气流扑面而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中只有恐惧，自然反应转身向远处逃跑，慌乱中眼镜也掉在了地上。他捡起眼镜跑远后，看到那个不明金属物体已经起飞，并在低空横向飞行。奇怪的是，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在飞行过程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不需要引擎驱动。因为萨莫拉曾向总部请求支援，第一个赶来的是他的州警同事。州警同事见到萨莫拉时，发现他脸色苍白，显得非常惊恐。萨莫拉向他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州警同事本来以为是个玩笑，但看到萨莫拉认真的表情和语气，知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于是2人一起在地上查看，发现有4个凹陷。萨莫拉指着凹陷的痕迹，描述这些痕迹是由不明金属物体的4个支撑架留下的。在附近，他们还找到沙子融化后形成的玻璃状物体，这些玻璃状物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异常奇特。同时，他们还在地上发现了一些脚印，这些脚印比正常成年人的脚印要小得多，估计是那2个人形生物留下的。
后来更多支援到达，警长到达后进行了仔细的现场调查。在现场靠近中心的地方有一处灌木丛，虽然上面仍然散发着烟雾或蒸汽状的物质，但触摸起来感觉很亮。而灌木丛旁边的草丛看起来有轻微烤焦的痕迹。同样的，警长也观察到那4个凹陷并做了记录，这些凹陷的直径约有 4.5 英寸，深度约3英寸，印记周围还有一些类似人脚印的痕迹，这些痕迹的中间是一个很小的月牙形。经过多次对现场的仔细勘察，州警的调查记录确认事发现场留下的痕迹非常新，筑路痕迹所包围的灌木也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可惜的是，由于调查地点比较偏僻，没有其他车辆经过，也没有其他目击者。但参与调查的人员对于萨莫拉品行为人的看法上有共识，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不是一个会制造如此谎言的人。警长将这件事报告给联邦调查局 FBI。 为了多方面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联邦调查局开始了长期的调查。不久，不仅是联邦调查局，就连美国陆军和空军也各自参与了调查，可见事件确实扑朔迷离，带有一定的真实依据。这个事件除了引来军方的关注，还有很多不同的媒体、专家和个人也纷纷前往索克洛小镇调查，甚至有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也来到索克洛小镇进行勘测调查。其中一名调查人员在结束调查离开小镇时，与镇上的加油站营业员闲聊。加油营业员回忆，在萨莫拉目击金属不明飞行物体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加油站的一名顾客也目击到奇怪的不明飞行物，以极快的速度飞过低空，并经过他的车顶。加油营业员形容那个顾客显得异常兴奋，滔滔不绝地描述自己见到的奇怪飞行物。加油营业员还反问顾客是否看到直升机，顾客强调他看到的绝对不是直升机。对话结束后，顾客就驾车离开。调查员问加油站营业员是否目击到奇怪的飞行物体，可惜加油站营业员当时正巧在店后面工作，所以没有目击到事件的发生。关于那名顾客，他只记得车牌号不是新墨西哥州的，可惜调查员最后也没找到那个顾客，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事件还吸引了民间的专业调查，有民间大学的工程师对降落痕迹进行了分析，并宣布了调查研究结果。结果显示，泥土的凹陷痕迹的大小和深度符合萨莫拉所描述的金属物的估计重量，现场调查的凹陷痕迹形状也与目击者的证供所描述相符，这也证明了事发地点确实留下了确凿的证据。由于此次事件带来的影响，平日安静的索克洛镇变得热闹起来。大街上不乏广播电视的采访记者、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工作人员、民间调查员和政府官方派出的调查员。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很快归于平静，全美各地的不明飞行物研究机构都派了调查人员前往索克洛进行勘测调查。因为除了事发地点的痕迹证据，萨莫拉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所以不少调查员都主动去找萨莫拉进行采访和调查，这让萨莫拉不得不牺牲大量时间来应酬。萨莫拉尤其讨厌传媒、电影公司和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研究机构的调查员，不愿意配合他们，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质问和指责。其实萨莫拉内心希望这件事只是美国军方秘密武器的实验，如果是这样，整件事就有了一个好的解释，事态也会恢复正常，他也不再需要承受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由于这次不明飞行物体事件只有萨莫拉一个目击者，关于不明飞行金属物体和人形生物的民间调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被终止。由于萨莫拉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的警官，所以他的证词没有被官方否认。索克洛 UFO 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第三类接触案例，有可信的目击证人，目击时间在白天，目击者离不明飞行物非常近，还出现了2个人形生物，目击地点还留下了相应的痕迹。最后，在美国空军蓝皮书计划调查机构的报告中，给出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没有在萨莫拉的附近发现其他目击者，那区域没有出现任何未被识别出的直升机或航天器，没有异常的气象，没有雷暴，虽然有大风，但天气非常晴朗。在萨莫拉的目击现场，除了浅浅的凹陷外，没有发现其他痕迹。对图样的分析显示，
周围区域没有发现任何异物或辐射。对周围烧焦的灌木进行的实验分析显示，没有化学遗留，没有证据表明那物体可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没有证据表明那物体来自外太空。上述调查结果的总结，其实和近代外星飞行物体和外星人目击事件差不多，最终结论都是没有证据表明目击的事物和人形生物来自外太空或存在外星生物。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天文学家艾伦·海尼克博士，曾经对这次事件有所表态。艾伦·海尼克博士因为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曾在美国空军服务超过数十年，曾经主导3个不公开的外星不明飞行物体研究计划：信号计划1947到1949年、怨恨计划1949年到1952年和蓝皮书计划1952年到1969年。在这次美国官方蓝皮书计划中，他也有参与。他后来接受调查机构的邀请，审核了有关这件事的所有情况，并提出了一些与美国空军调查报告结果不同的看法。艾伦·海尼克博士认为，出现在这件事中的不明飞行物可能真的来自外太空，是外星人的飞行物。他认为整个目击事件中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不明飞行物表面上的标记。这个标记到底代表什么？究竟有什么潜在意思？是代表外星人的星球，还是他们的国家或宇宙文明的标志？虽然很多专家不断寻找线索，试图揭开谜底，但终究没有成功。事件的矛盾来自萨莫拉自己的证供，因为他在事件发生1年后曾经改过口供。他说当时其实有听到不明物体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推翻了当初所讲的不明物体飞行时完全没有声音的说法。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不明物体起飞时并没有发出如他初次证供所描述的火焰光亮，这些证供都与他之前所讲的不同。他还说见到一块岩石因为不明物体起飞的高温而融化，但美国空军的现场调查并不支持有发生过这件岩石融化事件，也找不到岩石融化的痕迹。另外，美国空军的报告还指出，灌木中分散的燃烧痕迹与萨莫拉描述的情况不符。不明物体留下的降落印记也受到质疑，从这些印记的位置看，说明不明物体的起落架并不是对称的。不明物体如果这样降落，有可能失去平衡而跌倒。多年后，有一群学生承认该次事件是他们设计的恶作剧骗局。学生们在地上用他们学校的化学教室的材料焚烧附近的灌木，还有伪造土壤的外星飞船注入痕迹。椭圆形白色飞碟的材料是大热气球和蜡烛，甚至开车超速引诱萨莫拉警官至事发地点，让他见到那次的外星飞船目击事件。学生们多年后对萨莫拉后来所遭遇到的身心困扰及损害感到非常抱歉，且良心也受到谴责，曾做出公开道歉。这起事件中的萨莫拉巡警，在外星飞船目击事件2年后，因为该次事件后的困扰和社会压力而辞去了警察职务，转去加油站工作。因为当时很多媒体质疑他与市长串通编造这起骗局，目的是规划一块庞大土地发展及开展当地的观光旅游。而后来这位当初唯一目击的萨莫拉巡警，也在2009年11月2日去世，享年76岁。有人怀疑这起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接触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炒作，目的是提高索克洛镇的旅游收入。到底是萨莫拉真的遇到了外星人和外星飞行物，还是这只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假事件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未来我会讲解更多关于外星人或奇人怪事的故事。欢迎按一下下面的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给我一个赞，给我一点支持，推动我继续制作新影片和故事。